格15战斗机与美国空军及其盟友空军各式战机、轰炸机在米格走廊发生了很多次激战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喷气式飞机交战的地方。米格走廊也被视为喷气式飞机空战的发源地。志愿军空军及友军驾驶米格15战斗机在米格走廊击落了大量美军飞机，包括美军的 B-29轰炸机，由于损失惨重，在1951年10月28号以后取消了在白天进行大机群战略空袭的做法，改为在夜间以小编队进行战术空袭，这就使得地面上的志愿军后勤运输线压力大为减小。不过，米格15在空中的主要对手还不是机动性笨拙的 B-29轰炸机，而是美国空军的 F-86战斗机和 F-80、F-84战斗轰炸机。F-86是当时美国空军装备的最先进战斗机，特点是水平机动性强；而米格15是苏联当时生产的最先进喷气战斗机，特点是垂直机动能力强。除了机动性能的差别以外，米格15和 F-86的机载武器也不一样。苏联极力主张大口径航炮，只要打中1-2发即可解决问题，所以米格15装的武器是2门20毫米机炮和1门37毫米机炮。而美国呢，则主张以高发射率来提高命中率，所以 F-86装的武器是6挺12.7毫米机枪。相关试验证明，口径是硬道理，20毫米炮弹可在机体上产生直径0.4米的洞，30毫米炮弹则可将机体打出一个直径1到1.5米的大洞。可想而知，米格15的23和37毫米机炮在口径上比20和30毫米机炮更大，威力自然也更大，只需命中1到2发就可以将 F-86击毁。而 F-86的6挺12.7毫米机枪虽然射速可达每分钟1250发，但对以坚固耐用著称的米格15毁伤效果却不如人意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米格15曾创下身中几十发12.7毫米机枪弹而安全返航的记录，被称为空中坦克。志愿军飞行员在空战中不仅发扬米格15强大火力，还采用美军最害怕的对头攻击战术，也就是正面迎着敌机机群冲上去，3炮齐射。这就是美军惊叹的志愿军空中拼刺刀的战法。由于忌惮米格15的机炮威力，美军战机并不敢迎面拼命，往往作鸟兽散。而志愿军飞机后续梯队则趁敌机掉头，对准其机尾实施猛烈追击。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后期，在米格走廊屡屡吃亏的美国空军收起了对志愿军空军的轻视，开始在空战中采用经过无数次战火锻炼的编队拉夫伯雷圆圈阵。其特点呢，就是多架战机首尾相连，连成一个大圆圈。圆圈中的前一架战机被攻击时，后面的战机就可以立刻上来支援，进行摇尾。对此，志愿军空军经过集思广益，找到了克制圆圈阵的战法，即充分发挥米格15垂直机动性能强的优势，频频爬高站位，俯冲攻击，将敌人的圆圈阵打乱，再寻找机会各个攻破。朝鲜战场上，志愿军飞行员初上战场的时候，平均飞行小时不到100小时，在米格15上大都只飞过20多个小时。美国空军飞行员大都参加过2战，平均的飞行小时达到1000小时以上，甚至2000到3000小时的王牌飞行员也比比皆是。然而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志愿军空军却有着大无畏的战斗精神，敢于空中拼刺刀，还十分善于总结和学习，发展出了一域多层4-4制的经典空战战术原则，从而将米格走廊的制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使得美军飞行员谈起米格走廊也胆战心惊。在抗美援朝战场上，志愿军空军总计击落联合国军空军的军机330架，击伤95架，勇先特等功臣16名，一等功臣68名，其中就有后来担任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王海。解放军空军原司令员王海上将，2020年8月2号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4岁。当年在抗美援朝空战中，王海英勇善战，共击落击伤敌机9架，先后荣立过2等功、1等功、特等功，被空军授予1级战斗英雄称号。他所带领的王海大队与号称世界王牌的美国空军激战80余次，击落击伤敌机29架，荣立集体1等功。共产党培养我当飞行员，我们也给助我研究。我就是凭着勇敢，
勇敢不怕死。你现在干个什么事儿不勇敢就不行，飞行员你怕死呀，那倒不一样。